你觉醒了最垃圾天赋死后复制，只有被杀死才能获得对方的天赋，可杀死你的第一个人却拥有3S 级天赋死亡回档，这一下你只要死亡就会重生到12小时前，并且复制对手的能力。此时你解决了幽冥教徒的危机，救下了瑶溪和冷风。夜行人队长火亮疑惑问你为什么身上会带着软骨迷香呢？你笑笑，我平时就喜欢研究药剂，这正好配了一瓶在身上。他点点头，小伙子有勇有谋，还喜欢钻研，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加入咱们大夏的研究员工会，上传一些你私人配置研究出来的药剂配方，会有奖励哦。你回家一登录发现这个论坛不仅有药剂，还有大量的人在上面出售炼体术、呼吸法还有武技等。想了想，现在要提升气血，买材料和补品需要钱，深蓝数据库里来自后世的药品配方和功法简直不太多，这不正是刷奖励的机会吗？起了个网名就叫幽冥魔帝，上传了好几个珍稀的药剂配方，一经发布顿时引爆了回复，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些配方不简单啊！短短10分钟过去，你就从0级研究员提升到了1级。看到这儿你笑了，果然可行。继续上传了一些后世厉害的炼体术和武技，2级、4级、7级，短短4小时一路飙升到最高的9级，这相当于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顶流科学家疯狂分享一些极其有效的科研成果，能不快吗？除此之外，创作者收益更是为你个人账户带来了足足上百万大夏币。与此同时，整个研究员论坛议论纷纷，天啊，我这是见证了一个传奇的诞生吗？整个人族9级的研究员都寥寥无几吧？这是哪来的隐藏大佬？快去查！这个叫幽冥魔帝的是何方神圣？莫非是我人族之幸吗？你正喜滋滋的，可下一刻家门口砰砰敲门声响起，谁呀？查水表。打开门，只见几名穿着战甲服的人站在门口，为首的黑色战甲男子满谷恭敬问道：“请问是萧凡阁下吗？我们是研究员工会的最高密位，奉命来带您和您的家人转移到第9安全区的中兴龙城。你反应过来了，感情是在论坛上整头动静太大，让官方都派人来保护了，还能怎么说？走呗。”路上让深蓝查看了下满谷的信息，足足有11451万气血值。我操，1亿！7进武者，我这么受重视了吗？在你懵逼中，你被带上了那种用特殊金属打造的装甲车。你问满谷为什么这么着急把我带去中兴龙城呢？难道我所在的战区有什么危险？满谷解释道：“实不相瞒，近些年来幽冥教在各个安全区愈发活跃，不少刚觉醒的天才还没来得及踏上武道就被暗杀。目前大夏最安全的地方恐怕只剩中兴龙城了。”说到这儿，忽然顿了一下，萧研究员，以您的级别，一些事儿就没有瞒着您的必要了。据我所知，人族内部出现了叛徒，车子大概开了5-6个小时，你本来都快睡着了，忽然外面传来一道剧烈声响，轰！满谷脸色骤变，是迪西，一把拉上你，萧研究员，我护送您到安全的地方。可刚离开装甲车的瞬间，一道从天而降的剑气惊蛰斩下，整辆车被一分为2，还来不及震惊，一个面具男凌空而立。9期研究员还这么年轻，怕不是觉醒了什么不得了的天赋吧？难怪那群废物不惜请我亲自出手。满谷满脸震惊，8进强者，人族后方居然还藏着你这样的幽冥教徒。空中人影不屑一笑，幽冥教徒，别把我和那群废物相提并论。还有一个7进武者，谁给你的勇气阻拦我的呢？满谷没理会，而是将手搭在你身上，下一秒身上战甲居然收缩成手环，再度转移到你身上。萧研究员，这套战甲能够挡住7进武者的攻击，这里距离第7安全区很近，我已经通知夜行人了，你朝那个方向赶紧跑吧，我来突住这家伙。面具男不屑一笑，跑？你以为你们今天能跑得掉吗？满谷没有理会，只是用力将你往前方一推，跑！接着取出一根针管扎上手臂，额头轻轻抱起。面具男惊讶，绝命针打了后能大幅提升实力，不过10分钟后必死无疑，就为了这该死的人族，值得吗？满谷目光凛然，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就是人族示威，我等也绝不会向异族卑躬屈膝。藏头芦苇之辈，敢不敢报出名号来？爷爷我从不杀无名之辈。人影淡淡道，想要掏出我的名字，我的银色项目过来了，你觉得可能吗？2人对话之际，你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选择留在原地，想多拿到点信息。2人的速度快到只能在天空中看到一灰一黑2道流光，周围空间不断撕裂，又马上恢复。几分钟后，满谷被一剑刺入腹部，气息顿时萎靡。面具那把目光锁定了你，现在该结束一切了。话音落下，出现在你身后，剑气一经穿胸，在疼痛中，你开口：“神秘人满谷，下个时空我们再见。”眼前一黑，耳边随即响起深蓝的声音：“你已被人族叛徒杀死，天赋复制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
回过神时，出现在眼前的场景是坐在电脑前刚加入研究员工会的界面。这回有了经验，不能一下升级太猛，否则会被盯上。从上次死亡中带回来的情报是那名神秘人影剑道高手。最后凑近了听的时候，声音并不苍老，是个青年，天赋是3S 级剑心通明。整理完这几条线索，你呼出神然，查看起新天赋的效果。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所有剑道武技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炼到圆满，剑道的修炼速度提升100倍，剑道的领悟能力提升100倍，剑道武技的威力提升100倍。这天赋属性属实有点变态。如果说死亡回档12小时是辅助类天赋的天花板，那剑心通明就是战斗类天赋的天花板。该看完毕，依旧跟上次一样，注册了幽冥魔帝的账号。这一次只是上传了个不咋起眼的辅助类药剂配方壮骨养肌散，获得3万块的奖励。接着用这笔启动资金购买了一些气血药品，开始修炼深蓝给的万族断体术、大力猿猴篇、金鹏族篇、金刚牛族篇。一道道万族虚影在你身后显现，时间转眼过去1个月，你也突破至1进武者，现在吸血值已经达到了14.51点，已经掌握的天赋如下：死后复制、死亡回档、智慧之书、剑心通明、改头换面。吸血值是挺高了，但现在是要提升短板。作为武者，精神力也是个重要指标，能增加修炼速度和悟性。对此，深蓝提供了一个神魔观想法，是万族中某个天生的精神念师种族的观想法改变创造，并且对你来说，精神力提高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连续回档。不然以现在的情况，最多连续回档3次，精神就将面临崩溃。但如果锻炼精神力，就可以支撑更多次数的回档。回溯到更久以前，时间一晃来到第2天，又轮到学校进行气血测试，隔着老远就听到不少同学在讨论修炼进度。1个月的时间，你们都提升多少了呀？嗨，我的吸血值已经到了2.35，勉勉强强吧。上个3本我到大学应该不是问题。嘿嘿，我家里给我买了30多副补血散，气血值已经达到9.36。我去，9.36，恐怖如4啊！还有人讨论到瑶溪，说他已经提升到了15.86，踏入了5途1重。高考想要考入顶尖的武道大学根本不是问题。也有人讨论到了你20、40、50还是更多。有人忽然开口，你们可别忘了，萧凡家里穷，就算天赋再好，提升也有限吧。嘎嘎，别到时候萧凡气血值还没有瑶溪高，那就搞笑了。好基友冷风站出来，你们这是够无聊的。凡哥提升多少气血值，关你们什么事儿？1个月前他救你们的事忘了吗？一个个胆小鬼还在背后讨论人家。这番话瞬间激怒一名同学，正出手，可下一刻拳头却被一只手给抓住，同学吓了一跳。萧凡，你什么时候来的？冷风乐了，你们一个个只敢在背后议论算什么本事？现在我凡哥来了，有能耐当着面说呀！说完，嘿嘿一笑看着你，凡哥，你说对吧？你不以为意摆摆手，都是同学，别因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通过查看手机面板，发现冷风头顶的吸血值不过才4.24，这种修炼速度虽说有学上，但想上个好点的大学还是比较困难。拍拍他肩膀，回头测试完气血值，你在教室等我。气血测试的排队途中，你忽然感觉到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转头看去，才发现是瑶溪。小凡同学，这个给你。他拿了一个粉红色的小布包，满脸害羞递给你。这是我爸妈让我拿给你的谢礼，这是一点点小心意，希望你不要拒绝。才不是专门送给你的呢。你挠了挠头，这到底是特意送的还是顺便送的呀？少女语气幽怨。对了，小凡，你这些天都在干什么？我在企鹅上问你，你怎么都不回话？我这不是都忙着修炼吗？瑶溪鼓起脸颊。哦，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故意不回呢。那你平时喜欢用什么联系方式啊？手机号给我。拿到你手机号后，瑶溪美滋滋的回去继续排队了。你查看了一下他送的小布包，里面是一些气血药品，还有一个数据光盘，用来装载炼体术和呼吸法的，价值大概有个10几20万。想不到这么大方，排队很快。当轮到你的时候，大家目光都聚集了过来。毕竟1个月前就在幽冥教徒袭击事件中救下了大家，且展现出超绝的气血天赋，大家都想看看1个月你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叮的一声，弹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14.51。这一刻，整个训练馆内极其安静，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几个老师凑到气血测试仪前，左看看右看看，这机器不会出 bug 了吧？1个月时间，气血值从4.13飙升到14.51，恐怖如4啊！按照这个速度下去，5个月后，萧凡的实力又将提到何种程度呢？一时间，在冷风的带领下，整个体育馆内都响起了萧凡牛逼的呼声。完事后，校长立福叫你喊到了办公室，激动啊，小凡同学，因为你的表现优异，学校决定接下来5个月的1等奖学金一口气颁发给你，总共是8万。你笑了笑，
感谢学校和校长支持。利夫欣赏地看了你一眼，然后谈起正事儿。小凡同学，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天才训练营呢？顾名思义，就是咱们大厦几所顶尖舞蹈大学开设的培训班，其中表现优异者无需参加高考，提前保送顶尖大学。不知你是否感兴趣呢？你点点头。利夫继续道：加入天才训练营有个条件，那就是需要和异族交战，且淘汰率极高，有概率死亡的。我们学校只有1个名额。你点头，不用考虑了，校长，我参加。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学校，修炼武技闭门造车的提升效果太慢了，能不能申请去异族猎场锻炼一下呢？所谓异族猎场，就是人族后方与万族战场交界的那么一块地方，里面的异族不是很强，说人话呢就是新兵副本。利夫点头，也好，温室里的花朵长不大，这样我推荐你去烈火武馆，他们有通行证，且有他们照看，安全系数也大点。说完给你写了推荐信。回到家，你吃了饭后又开始修炼，通过之前几次的死亡回档，你发现那个卡 bug 的方式，那就是你死亡回档后能够保留记忆，修炼气血啥的没啥作用，会被重置。但如果学习一些知识，例如各种武技、呼吸法乃至万族的相关信息，那等于一天比别人足足多出24个小时。说干就干，疯狂背书复习，然后1天过后到点自杀，每天2次回档，是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就这样，在回档和3S 级天赋剑心通明的加持下，你快速上手了几项间隙武技，分别是狂风剑诀、咫尺剑步、叠浪剑影。接着就是去烈火武馆报道了，准备正式踏入异族猎场，开始狩猎。